好了，别说这种丧气话了。反正现在我们不是要一起去死，而是要一起活下去。去解决一切，救回所有人，就像我们做到过的那样。希儿，你果然还像以前那样，是不喜欢伤害别人的类型啊。啊，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们……我可是很喜欢伤害别人的，你应该知道才对。怎么回事？我不能控制身体了。等等，希儿，不要！维塔，刚才的声音是什么东西？可是维塔他明明是为了我们才……不，只是为了隐藏自己吗？需要我先暂停一下吗？你们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。继续吧，和这没关系。哼，莫名其妙跟着我们不放，我早知道他没什么好心思。好吧，但我还是要再强调一遍，原本我并不准备让你们知情，这可能会干扰到普罗米修斯的布置。不过，既然他也能知晓我全部的心中所想，我们不论怎么做，其实都是在打明牌。如果我努力让你们无法知晓，他也一定会促成相反的结果。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。在此之前，你们已经猜到了普罗米修斯的真正布置了吧？让我们来成为绿者？可是现在来看，这应该也只是他的障眼法吧？或许吧。但我不认为他会将最后手段的成功与否寄希望于对方无法看破，而是看破后也无法阻止。敌人借助某种方式，的确在我们所处的世界炮中达到了全知全能，甚至能够知晓我们的思想，但对这种能力加以操纵的意志并没有超出常人。比方说，假如你坐在一间庞大的监控室当中，有无数屏幕供你观察世界上的一切，有无数按钮可以修改世界上的任何参数。但我们还是要一个一个屏幕的去看，想要修改什么也得自己去按下那些键。就是这样。可是他真的需要把事情搞得这么麻烦吗？按照你的说法，他如果想要把我们全都杀光，根本就轻而易举。如果采取最绝望的看法，他或许只是想欣赏我们挣扎到最后一刻的样子，但也许确保我们和世界炮一同消亡，本身就是他最重要的目的。等等，我们？你不是应该……只是做最坏的打算。比如说，如果我只愿自保，那么就只能永远是一块自己无法移动的月岩而已。总之，普罗米修斯的最后手段，恐怕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，让所有能够对梭造成威胁的手段同时推进，不寄希望于他无法阻止，而是迫使他来不及阻止。可就算是这样，最后能活下来的人也许一个，也许两个，但总好过完全没有。当然，或许某些全能可以救回其他人，但那都是后话，也不可能挽救此刻已经牺牲的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。
总之，时间不等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仅要挑战未知，还要像普罗米修斯一样，承担可能被狙杀的额外风险。对。所以，是否真的要这样做，必须由你们自己决定。而且，你们也可以认为，或许普罗米修斯根本没有什么计划，他的相信，只是他学到的一种盲目。盲目？他曾向我提到过一位故人，那个人的志识远远凌驾于所有同类之上，但在不得不进行选择的时候，他选择了相信后人，而非自身。这似乎扯得太远了。无论如何，这次通讯之后，我也无法再给你们提供任何帮助。依从自己的意愿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吧。再见。薛定谔博士，维塔，苏，我们是不是早就该想到的？可现实又不是什么常年连载的悬疑小说，半途才登场的不是超能力者就是坏人。我们应该还有机会吧？普罗米修斯，虽然这么说不太好，但等我们解决一切，他应该还可以被修好吧？聚集崩坏能的事就交给我吧。你还记得吗？米斯特林那家伙还说过我也算那个什么理型呢。论崩坏能的适应性，我肯定比你强多了吧？可是……别可是了，你知道，这就是成功率最大的解法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有点担心你会做傻事。傻事？我？因为这件事的确非常危险，而你一直以来都特别关心我，所以我总担心你会在什么时候把我抛下，独自面对那些危险。我不想让事情变成那样。你可别自作多情了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明明就是一体，就算我真那么想，也做不到吧？真要说的话，我倒更希望那个维塔有胆子自己找上门来，直接撕了他，才叫一了百了。好了，赶快出发吧，时间或许真不多了。奇怪，怎么了？这个世界炮里的崩坏能怎么现在就这么密集？这是……奇怪，所有的崩坏能好像都天然聚集在了这附近，而且就像是被刻意封存起来了一样。那么这些石碑……普罗米修斯说，世界炮在融合之后会成为能量被传输到某个地方。会不会维塔是故意这样做的，让这个世界在融合之前不会先受到崩坏的侵扰？倒的确有这种可能。哼，那他还真是个大善人呢。不过这到底是圈套还是机遇，试试看就知道了。这是要散开了吗？别想逃！该死，维塔还真比我想象中要强不少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一个人能掰弯一块铁，不代表另一个人的力气足够把它掰回去？我们控制不了他，看来还是得分工合作。分工合作？像当初我们一起操控黑渊白花那样吗？你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控制崩坏能？没错，虽然还是未必能成功，但可能性总归要大一些。
你应该没有逞强吧？那不至于，再怎么说，现在的我也比那时要更有经验。而且这些石碑也没有像黑渊白花那种额外的侵蚀性，你就放心吧。我明白了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破坏石碑，尽力配合你。接下来就先交给你了，希儿。来了。果然还是希儿更厉害一点。哼，没有的事，如果分工交换一下，你也能做到。好，结束了。怎么样？缺了最开始失控的那个石碑，会有什么问题吗？不会，即使是这些，也已经超过计划里需要的量级了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，让我回去吧，希儿。怎么了？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？没有啦。说起来可能有点傻，不过我刚才的确一刻都不敢放松对身体的控制呢。总觉得，如果是你，说不定就会找机会自己去面对危险。有那种必要吗？不用担心了，最起码这次我会和你一起面对未来。谢谢你，希儿。不过，希儿，在你看来，万一发生什么意外，难道两个人一起去死，要比仍然有一个人幸存更好吗？你一定要我说吗？为什么？活下去难道不重要吗？当然也重要，而且不只是对我们，对 Bronya 姐姐，对大家都很重要。但只是指我们两个人的话，无论是谁先离开，另一个人的感受我们都能想象。如果这是很久以前，我一定不会那么自信。我会觉得也许自己根本没有那么重要，即使我真的消失了，只留下你一个人，你也能慢慢的走出去。你在说什么傻话？如果这是很久以前，现在我不这么想了，我再也不会否定自己，因为我发现你比我自己都要更喜欢我，希儿。如果我否定自己，伤害自己，那就等于是在否定你，伤害你。我可不会那么做，所以你也要一样，好吗？如果你不在了，我感受到的痛苦肯定会超过我对死亡的恐惧。希儿，好了，别说这种丧气话了。反正现在我们不是要一起去死，而是要一起活下去。去解决一切，救回所有人，就像我们做到过的那样。希儿，你果然还像以前那样，是不喜欢伤害别人的类型啊。啊？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们……我可是很喜欢伤害别人的，你应该知道才对。怎么回事？我不能控制身体了。等等，希儿，不要！
你果然坐不住了。怎么，只有胆量这么和我说话？人倒是出来啊！别难为我了，这样会轻松些。你们刚才论证过，我的时间也很有限。如果不是因为你现在超越了完整的高塔贤者，在这个世界中的特殊性仅次于我，或许连这些交流都毫无必要。哼，所以，那个话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？你刚刚经历了这一切，或许能告诉我吧。那些被拼合在一起的人，有的更看重对方，有的更看重自己。而看重自己的那一边，当然会觉得分开更合理。所以，你觉得自己是更自私的那一个？你正在做的事情看起来可不是这样啊。那是你眼光有问题，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，以后也一样。但这一点都不妨碍我找到你，打败你，然后撕开你这张讨厌的嘴。那祝你好运，我是真心的。不过，他的确没注意到，对吗？在控制那些崩坏能的时候，你每次都偷偷截留下一部分，就是为了在这种时候能更顺利地夺走身体。不然呢？你以为就连那一点崩坏能我都把握不住吗？当然不会。不过你比我想象中要聪明不少。原本这是你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。利用沙铁国度和自身的特性，你将身体原本的主人驱逐而出，将其制造成了类似异种圣痕的存在。既然你都知道，还有什么好啰嗦的？难不成拖延时间还对你有利？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吧。等我找到你，和你好好谈谈之后，我自然会回来带他离开。而就算你失败了，异种圣痕想必也不会受到这场决战的影响。不错，你未必聪明，但的确足够自私，是那种我既喜欢又讨厌的性格呢。好吧，我会在那里等你。毁灭之地，又或者新生之地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还是想好心提醒一下不够聪明的你，你正在面对的不是一个敌人，而我其实非常希望能和大家达成双赢。